它是冷战期间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它创造了海上战略投送的经典战例，它证明了日不落帝国虽然已经迟暮，但从未陨落。它就是马岛战争。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赞，小编跪谢。1981年，阿根廷通货膨胀率高达600%以上，国内 GDP 总值下降了11.4%，一时间工厂罢工，人民怨声载道。阿根廷军政府处在一个危险的边缘。时任阿根廷军政府总统的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通过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英国的马岛也就进入了其视线。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英国对于马岛问题并没有做出很大的反应，相反的，还计划将马岛上驻守的英军全部调走。这也使阿根廷认为用武力夺取马岛控制权的时机已经来了。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巴塔哥尼亚大陆棚的群岛，主岛地处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南部海岸以东约500公里，南纬25度左右海域。整个群岛包括东福克兰岛、西福克兰岛和776个小岛，总面积12200平方公里。福克兰群岛是英国的海外领土，拥有内部自治权，英国负责其国防和外交事务。群岛首府是斯坦利，位于东福克兰岛。1982年3月19号，一群阿根廷当局雇佣的废五金商人强行登陆了位于马岛以东1390公里处的南乔治亚岛。他们在南乔治亚岛建立了营地，并且升起了阿根廷的国旗。英国皇家海军只是派出少量兵力，想要驱赶阿根廷人，但是在看到阿根廷海军已经率先登陆后，只得撤退。在阿根廷登陆事件之后，英阿两国开始了外交斡旋，但是由于英国的态度不明确，加上阿根廷已经认为英国不会插手到马岛争端，此次并不热切的外交斡旋以失败告终。1982年4月2号，阿根廷总统眼看时机成熟，便按照阿根廷海军司令霍黑·阿纳亚的罗沙里欧作战计划，下令出兵占领马岛。在黑夜之下，100多名阿根廷突击队员登陆了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1100英里、南大西洋中的英国属地马岛。他们先是占领了飞机场和海军军营，经过短暂交火之后，占领了政府办公地，马岛战争正式爆发。马岛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当局万分震惊。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得知之后，立刻求助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希望他能从中调停。另外，也迅速地以外交方式给予阿根廷压力。此时的撒切尔夫人才刚刚上任不到3年，没有什么显著政绩。马岛战争的爆发让这位年轻的女首相承受了巨大的辞职压力。在战争发生的次日，面对国会的问责时，她曾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在经历了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后，面对英国国会喋喋不休的讨论是否就马岛问题出兵时，年轻的撒切尔夫人决定力排众议，决定出兵。1982年4月5号，在英国的普斯茅斯军港，绵绵不绝的人群在雨中聚集，安静地望着海上庞大的军舰，无数的双手在空中挥舞。随着巨大的汽笛声响起，以航空母舰无敌号和竞技神号为首的英国皇家317海军特遣舰队渐渐驶离了港口，向13000公里外的马岛进发。二战后英国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就要爆发，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将再次展现。1982年4月中旬，英国皇家空军开始进驻在大西洋中的阿森松岛上的威迪亚威克空军基地，包括负责护航的麦道幽灵 FGR-2 战斗轰炸机与44中队的火神轰炸机，还有一个胜利式空中加油机机群。与此同时，皇家海军特遣队抵达阿森松岛水域为战事做准备，还有一支小部队已经被派往南乔治亚岛的前线。317特遣舰队由3到4个子舰队所组成，以战事的发展为扩编的考量。海军上将约翰·费德豪斯担任舰队最高指挥。航空母舰为317特遣舰队的核心力量，由海军少将伍德沃德指挥，包含了2艘航空母舰竞技神号和新服役的无敌号。其搭载的20余架海鹞战斗攻击机是整个特遣舰队能用来对抗阿根廷军队的重要空中军力。在整个行动中，英国的补给线长达1000里，有30-40艘英国商船为特遣舰队服役或补给，提供燃料物资等的货柜船及油轮形成了一条来往英国至南大西洋8000海里的后勤线，为马岛前线的英军保障了作战物资的需要。
派遣到南乔治亚岛的英军，行动代号为小鹰哥作战，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盖·薛利丹率领，包含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2突击营的士兵、一小队英国陆军 SAS 及英国海军特种舟艇突击队进行登陆侦察，为在辅助舰朝全号上的海军陆战队进攻做准备。4月下旬，英国特混舰队经过多日的海上颠簸，抵达马岛海域。当得知调解失败的消息后，英军便根据指挥部要求向马岛边角的南乔治亚发起进攻。由于进攻命令下达后，朝全号辅助舰与南乔治亚岛距离较远，导致船上的登陆部队与重型装备不能及时前来增援。薛利丹少校当即决定用自己手上仅有的70余人侦察小分队，在当日直接进攻。经过短暂的强袭前进，加上海军驱逐舰的火力支援，阿根廷守军是阵脚大乱。岛上的几百名阿根廷守军眼看在火力和士气上都敌不过英军，只好全体举白旗投降。英军随之夺回了南乔治亚岛的控制权，英军的首次作战以完胜而结束。4月25号，阿根廷海军的圣菲号潜艇在伏击英军舰队时，不料被英军驱逐舰上的反潜直升机侦测到。之后，英军舰只和战机向潜艇发射了多枚深水炸弹和反潜火箭弹。失去攻击能力的圣菲号在南乔治亚附近搁浅，潜艇全部人员向英军投降。1982年4月30号，英国皇家海军完成了对马岛的海空封锁部署，阿根廷也相对地展开了反封锁作战。马岛战争就此开始进入到白热化的激烈争夺阶段。就在这时候，双方就围绕马岛开始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争夺，并且贯穿了马岛战争的始终。5月1号，英国皇家空军派遣一架火神战略轰炸机对马岛上的斯坦利港机场进行了英军的第一次空中轰炸，行动代号是黑公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火神轰炸机是一种已经服役22年之久的老旧机型，最大航程也不过4171公里，而且从威迪亚威克起飞之后，到马岛单程就需要6260公里，再加上满载时机身重达77111公斤，至少需要进行4次空中加油，才能保证轰炸任务的进行。再加上英国空军大部分的空中加油机都是改装的胜利式轰炸机，在支援的同时还需要另外一架的帮助。英国空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10架胜利者加油机接力式的空中加油，远程奔袭6275公里，完成了任务。这次任务花费了16个小时，共12520公里来回，因此成为了当时史上最长的轰炸记录，一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时才被美军的 B-52超过。在黑路行动之后，英阿两军的空中大战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那么谁会取得马岛的制空权呢？想知道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